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发现龙。龙呢，除了在神话和电视剧里面呢，在12生肖当中呢也是出现的。至今科学界都说没有证实该生物的存在。而在以前呢，我国曾经报道过一次营口坠龙事件，引发了世界性的关注。难道地球上真的有龙存在吗？不过在营口坠龙事件进入到最热议的阶段之后呢，答案也就出来了。根据央视得出的结论呢，这是鲸鱼搁浅，然后骨骼呢被拼错，所以被大家误认为是龙。而对于营口一位80多岁的老人捐赠的龙骨呢，最终也初步得到了证实是第4纪的野马的化石而已。所以最终呢，营口坠龙事件呢再次被认为是一次不真实的事件。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12生肖除了龙之外，其他的生物都在我们的现实之中都可以找到，所以这点才是大家争议最强的一个问题。那按照古代生肖的说法，不可能会用一个凭空创造的生物来代替嘛？所以那到底有没有龙呢？有人会说，龙会不会是在深海里呢？所以现在还没有人发现呢。那对于这个说法，其实深海区域呢有很多地带都是人类未曾探测过的。俗话说大海深不见底嘛，而我们人类呢，并非是所有的区域都可以探测到的。包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至今呢我们也没有完全的搞明白，并且每一次下降一个深度之后呢，几乎都会出现一些超乎人类想象的事件，那就是深处呢依然有海洋生物的存在。在我们的科学理论上呢，海水越深，水压越高，基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生命的呀。但是事实却是新的生物意外的不断的在发现。那所以对于龙来说呢，如果真的是存在于深海里面，还真的不好被发现的。那在地球上与龙相似的生物有没有呢？确实，科学家们在地球上还真的发现了一种生物与我们想象中的龙是很相似的，那就是动物猿了。该生物在2013年的时候还真的出现了以假乱真的情况。一篇关于昆仑山的古洞金线真龙的消息引发了全球的关注。但是最终呢，通过鉴定才知道，居然是一张动物园的图片 PS 而来。但是这个事情之后呢，还是有人不断的在说龙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至今呢，龙呢一直都存在于争议之中。那宇哥就发现在很早以前的这个天涯论坛的神帖之中还流传着一个青海湖活龙事件。所以让我们进入这个故事呢，来探寻一番。那故事的主人公就说在40多年前呢，他是参军入伍到兰州军区的，分到了一个西宁城郊的野战部队。那训练结束之后呢，班长就会带他们到西宁放风。一路上他说让我看到了很多城里的风光。然后这个班长就说，你赶紧看以后没有机会了。当时我们都不明白他话里的深意。结果这天夜里的11点呢，我们就一个营的全部的新兵都坐上了辆大卡车。人员到齐之后呢，卡车的车布还被放了下来，所以车里顿时漆黑一片。然后我们虽然是新兵，但是还是学会了守规矩嘛，所以车里呢还有一位当官的守着，所以大家呢都没有瞎议论。刚开始卡车行驶还算平稳，过了2个多小时呢，卡车就开始不停的晃动，感觉走的路面就很不平了，已经不是柏油路了。那到了最后呢，车头车尾明显还呈现了一个倾斜的角度，像是在爬坡。那这样的状态就持续了好一阵子。大概5个小时之后呢，车子终于停了下来。他说我们全部下车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已经远离了营区，远离了城市，到了一片深山老林之中了。当我们把所有的物资装备都搬下车的时候卡车居然开走了，只留下了一辆军用的这个备用吉普车，以备不时之需嘛。在营区的教导员的号令下呢，我们又把所有的东西搬进了一个山洞。然后呢，我们都被要求就地休整。洞里面当时很黑也不能说话，所以大家虽然心事重重呢，也只有闷头睡觉。天亮后呢，只见洞口云雾缭绕的，大家出了洞一看呢，四周全是山，完全就是那种原始森林的感觉。他说昨晚呢，我们明明是坐车而来的，但是泥地上现在居然一点车印子都没有了，还铺有很多落叶。后来他说我才知道我们睡觉的时候呢，是有一个排的战士跟在卡车的后面去把那个车印全部都掩盖了，而且他们是全程步行，直到快天亮的时候他们才返回了山洞。这个山洞很大，里面别有洞天，洞里有洞，而每一个小洞呢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功用，有营长和教导员的办公室还有物资储备室，有休息室等等，所有的面积加起来差不多有5-6个足球场那么大。他说就完全足够我们一个营的队伍使用了。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这个洞明显是早就规划好的，里面的这些地方都有使用过的痕迹。所以我就问班长我们前面是不是有部队在这里驻守过呢？班长呢是老兵他就笑了笑说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别瞎问。
所以当天下午呢，全营就开始了思想动员会，教导员呢和营长都讲了话，神情就很严肃，但是也很激动。有些涉密的，他说我就不能说了。总之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来到这个老林子是要完成一项关乎于命运的任务，而且当时呢，我们无比光荣。那到了最后呢，大家都受到了感染。动员会结束之后呢，我们就领了任务，说是从第2天开始就以班为单位，在班长的带领下呢，从各个方向每个班走一条线路，进入这个深山的山脉之中。而每个班呢，都指定一个方向，在没有得到上级指令之前呢，不得改变方向。要求就是每个班对自己所属的这个方向和地形地貌必须达到十分熟悉的地步。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说我们就发现自己居然是在青海湖周围的一片山上，因为穿越茂密的林子之后呢，远望出去居然可以看到湖面。后来他说我才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叫祁连山脉。那个时候呢，他说我国当时百废待兴嘛，人们都在田地里忙于生产，而青海湖呢就犹如一面巨大的镜子极为平静，人迹罕至。而3个月之后呢，基本上每个班的战士都熟悉了自己的路线了。所以这一天夜里呢，山洞外又传来了汽车的声音。这一次他说因为我们排来负责这个掩盖车印就没有睡觉，一直在洞口待命。来的是3辆吉普车车子停下呢，从上面下来10几个人，他们都留有长发，还有留有那种长的胡须。营长和教导员亲口在洞口迎接就仿佛很像是那个道长一样。而且送他们来的呢，竟然是我们的师长。这些人当时就被请进了山洞半个小时之后呢，教导员就送师长出来了，吉普车离开嘛，我们就开始跟在这个吉普车后面消除车辆的痕迹。同样是第2天的夜里，我们才赶回来的。这10来个人被分配到了各个班上以后呢，我们每天出门呢，他们都跟着我们走。到一些特别的地方呢，他们会自然的停下来，然后用木棍呢，不停地在地上划拉着什么，像是在做什么计算一样。而且他们不和我们说话，只和班长交流。那交流的内容我们也不知道。于是呢，他说我就猜了个大概他们应该是在找什么东西。而我们这些小兵呢，根本就不知情嘛，肯定帮不上什么忙，主要是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深山老林里会有不少的野兽出没，为了隐蔽行踪呢，就是我们哪怕是遇到生命危险呢，也不得开枪。所以我们好几次遭遇到狼群，都是用刺刀与他们肉搏的。那有很多的战友还挂了彩。最严重的一次呢，是有一个战友左脚脚筋被咬断。还有一些地方呢是有深坑的。我们在这个深山老林里2年的时间全营当时有20余人还掉进深坑里摔伤。那又过了2个多月呢，有一天我们回到山洞的时候呢，就明显的感觉到其他的战士的脸上有一股很兴奋的感觉。随后呢，所有的班长被叫去开会。班长回来后告诉我们前期勘察的任务结束了，我们将进入施工阶段。虽然我们还是不知道到底的勘察的是什么，但得知任务的进度顺利呢，也是很兴奋的。他说这以后呢，全营所有的人马又重新进行了编排，一大部分都进入了后勤保障，被充实了起来。本来是3个连呢，这样一弄变成4个连，4个连又分成2组，每2个连呢交替作业，保证24小时施工。那所谓的施工呢，就是第1组挖洞，第2组挖沟。我们当时是分在第1组嘛，所以那里就是一个山谷。他说在我看来和祁连山脉其实和其他的山谷都没有什么两样。那就在这里呢，那10多个长发的那个道长又再一次进行了集体的演算，还不停地用手呢对着4周的山口山峰比划，得出了一个统一的答案，就是他们把营长教导员带到了山谷的某一地。说了好一阵子，营长回来就让我们开始行动，就在那里往下挖，然后我们就开工了。他们和营长教导员又去了第2组那边，确定了方位和路线之后，这10多个人又分成了2组，还不时的来校正着我们这个挖掘的方向。所以营长和教导员呢，也不再坐守山洞营长守在我们这边，教导员守在2组那边，只留了一个副营长管事儿。因为不能够用炸药，怕引起别人注意嘛，所以全靠人力。而我们的进度就很慢嘛，每天呢也就挖个10米的深度。到了第40天的时候，他说我们到达了地下70、80米的地方了，垂直距离深度有300多米。突然遇到了一块很大的石头，无法再前行。那个石头很大，我们挖的洞的直径应该是有5米宽的，而且居然完全的被那个石头给挡住了。这本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嘛，但那几个很怪异的道长呢，他们却异常的兴奋，他们居然让营长命令我们继续挖。没办法呢，我们只能采用最古老的方式呢，就是用石锤去敲那个石头，一点一点把那个石头打碎。他还说那个石头不仅很大，还很厚，材质也很硬。于是我们的速度就更慢了，1个月呢才前行了8米，2个月15米，3个月之后才终于打通了这个石头。
后面恢复了泥土层啊，就继续前行，又往前挖了半个月之后呢，我们再次又遇到了一个大石头。这次的石头比上次的还硬，我们用了将近5个月才把这个石头打通。而这一次打通之后呢，居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那种泥土层了。当时正巧是我们班长在凿石头，随着最后一块石头的脱落呢，只感觉一股带着腥味的冷风呢迎面吹来了，让人忍不住打了寒颤。我和班长呢就在洞口探头往里看，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个黑手电筒照进去那个光线就犹如被吞噬了一般，丝毫不起作用。我们也不敢妄动了，于是班长呢派了个人去报信了。消息传出之后呢，营长立刻带着几个人就赶来了。营长让他们上前查看，刚打开的洞口很小，只刚好容纳能2个人并排站在那儿。他们依次上前之后呢，竟然全部变得很激动，表情像疯了一样。更让我们吃惊的是，就是他们向着这个洞口的方向齐刷刷的跪了下来，还重重的磕了3个头才起身。那洞口呢，就再也没有被要求继续凿打了。营长就指令除了我们班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接近，否则军法处置。那到了这个时候呢，我们仍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只知道那个洞后面是空空的，像是另外有一个空间一样。而且吹出来的风呢，是有一股很浓厚的鱼腥味的。除此呢，并无异象，甚至可以说是半点声音都没有。快到0点的时候呢，班长又被叫了出去回来的时候就带了3个怪人，上面就决定由我们班呢跟着这3个师傅一起进洞，一起对后面的空间进行探索，还给我们配备了电量充足的强光电筒和5天的食物。事实上，他说根本就用不了这么多东西因为我们从洞里钻出去，仅仅走了半天的时间就到达目的地了。所以巨石后面是一个空旷的山洞，路面坎坷不平，不时的还需要爬上爬下的。他说这都还没什么，最大的麻烦他说那个洞里时不时会出现一些大型的蝙蝠毒蛇。他说我们班就有10多个战士在这短短的几个小时里被袭击过。而上面还有规定说，我们这支队伍如果在执行任务中牺牲了，就就地掩埋，不得声张。而越往里走呢，空气中的鱼腥味就越大。他说到了最后1个小时有2个人居然被熏的开始发呕，开始去吐，近乎把他们的胆汁都吐了出来。那3个师傅当时也不好受，只有我和另一个战士呢，他说我们是从小沿海地区长大的，就习惯了这种腥味，反应呢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在距离龙还有50米的时候呢，那个腥味已经达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他说就连我们海边长大的这2个人胃里也开始泛起了酸水。但是我们用手电筒往前照呢，只是看见前面有一个很长的黑黑的东西，像是一条巨型的黑蛇。那时候他说我还没想到那是龙因为前面有战友被蛇咬伤呢，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就产生了恐惧。但是那个带头的师傅执意要上前，所以班长就命令我们扶着他们一起，一来是保证他的安全嘛，二来是这个师傅真的是一路走一路吐，如果我们不搀扶着他怕是只能爬着过去。而正是这样呢，我们才有幸目睹了真龙的风采。随着我们之间的距离不断的缩短，那个东西始终都没有动静，我悬着的心才稍微安心了一些。我们一直走到了他的跟前只有1米的距离，师傅示意我们停下，他自己呢颤颤巍巍的上前伸手去摸了那个东西。当他伸手摸的时候还抖动得很厉害，结果他迈了一步，因为身体剧烈的抖动还摔倒了。我和战友连忙扶住他呢，所以这时候就顾不得他让我们停下的意思直接就拖着他走到那个东西跟前了。师傅颤抖的手触摸了那个东西的瞬间呢，他嘴里就发出了一声类似于嚎叫的声音，然后呢整个人都往下缩。这一次呢他是主动往下的，他就跪到了这个东西的面前全身匍匐，久久的不愿起身。当时我和战友都看呆了嘛，刚才在手电筒里的照射下，我俩也看得很明白，这东西身上是有就是鱼的鳞片一样的东西的，还有些反光。也就是这个时候我们才终于有了那么一点觉悟。于是我就看向战友呢，他显然也想到了这有可能是龙，而眼里满是震惊，因为有生之年能够见到这种神物呢。他说我当时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就一大步上前，立刻呢右手就覆盖在了这个龙的身上。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他说到现在我还依稀记得那种感触就是干干的涩涩的很粗糙。而在我俩的帮助之下呢，其余的人也都汇聚了过来，而那2个师傅也摸了龙，身后呢也都跟着带头的那一位一起都跪拜在了地面上。他说我们从小都受到龙文化的影响，也都对面前的生物充满了敬畏之意，所以回去呢当时比较顺利，因为越往外走嘛，那个腥味就越浅了，同时呢也就没有人再受到了蝙蝠和蛇的袭击了。而我们班呢剩下的5个人一回去呢就被隔离了，不能与其他的战士接触。
直到3天之后呢，师长亲自接见了我们，给我们做了思想工作，还写了保证书。那里的工程呢还没有结束，但我们5个人就回到山洞后勤那边，成了后勤员。而师长专门安排了一个指导员，还陪着我们。1个月之后呢，其他的队伍陆续全回来了，我才得知呢，1组的兵力被调去帮2组挖沟了。而那条从青海湖起始的沟呢，最终呢通往的就是我们挖出的那处山洞。而他们呢是决定引水进入那个山洞。而头天夜里呢，山洞就传来了一位级别很高的首长，引水的最后一步呢也是由他来完成的。那个时候呢是1979年的2月初，他说我们已经进山1年半的时间了。他说当年我们找龙并不是为了让他苏醒，而是在救他。那黑龙藏身于山洞的4周呢都是巨石，阻断了龙的水源，所以就断了龙气。所以呢它全身干燥，它在一个洞里一动不动，其实已经到了奄奄一息的地步了。那传说龙脉乃国之气运嘛，所以上面当然要全力的施救，于是就有了我们那次的行动。等到把青海湖的水引进去之后呢，他说那条龙才渐渐恢复了元气。他说这几十年来呢，我们从未向别人谈起过此事，但却一直呢密切留意着与龙相关的信息。每过一段时间呢，网络上就会出现有人拍到疑似龙出现的照片，但是很快呢就会被辟谣说是假的。只有在2014年10月的那一次，青海湖出现龙吸水的奇观，当时他说我觉得是真龙现身了，但后来新闻报道说是龙卷风造成的。他说我反复的去观看了播放的那条视频他说你猜怎么着？我发现了它。他说就是那条龙在云里翻滚着，和我当年在洞里看到它的形态极为相似。他说这令我很是兴奋我就觉得它就是那条黑龙了。看来呢它已经完全恢复了。总之呢，就是古代关于龙的记载是数不胜数的。如果仅仅是一个虚构出来的神灵或者是生物的话，那么龙的记载应该就是中国独有的才对吧？但是事实上，不止古代的中国有关于龙的记载，世界其他的国家同样有龙的记载，以及流传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雕塑嘛，而且形象呢还出奇的都一致。所以那龙最可能生活在哪里呢？那根据龙出现的资料推论呢，龙很有可能就是生活在水里的，因为根据大部分的资料记载得知呢，坠龙事件的事发地点大多为人迹罕至的湖边、海边，由此可见呢，龙与水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